大家知道埃及人取名字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大家都可能就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蔡奇埃米亚第一名就是穆罕默德 Mohammed， 第二名就是哈麦德 Ahmed，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这是伊斯兰里最有名的先知，所以你在埃及的任何一条大街上，你只要大叫 Mohammed Ahmed， 大概半条街人都会回头看你，所以你在埃及生活久了，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个预期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人走向你，对你自我介绍说，我叫 Mohammed， 我叫 Ahmed。那天的情况是，我已经跟半间咖啡厅人都打过招呼了，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叫 Mohammed， 也没有一个人叫 Ahmed， 我就知道我已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Hello， 我是 Gigi。在上一支影片，我们教大家如何在埃及祝贺别人圣诞节快乐，那记得去看哦。在这支影片，我们就要带大家来直接看看埃及基督徒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耶啦！首先，我要澄清很多人对于埃及的误解。在我跟埃及人的婚讯传开后，有非常多台湾人跟法国人的反应是：埃及人，那他一定是穆斯林。我的先生是基督徒，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关于埃及的小资讯，就是呢，在埃及是不允许跨宗教联姻的，基督徒只能跟基督徒结婚，穆斯林只能跟穆斯林结婚。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先生一定也是基督徒。什么？埃及有基督徒啊？没错，埃及有基督徒哦，虽然只占了这个国家的1成人口，但还是有多达1000多万人，而且这是中东最大的基督徒社群，而其中又以科普特基督徒为最大宗，所以呢，在这支影片接下来提到的基督徒都是以科普特基督徒为主，而科普特基督徒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是法老王的直系后裔，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社群，他们在基督教史的保存跟流传之中，真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非常值得提到的一点是，科普特教人使用的不是公历，而是 Julian Calendar 民略历。不略历的圣诞节是在公历的1月7号，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是接着在1月7号播出，而不是在12月25号。因为在埃及的圣诞节其实是1月的第2个星期才正式结束哦。切回重点，科普特基督徒的圣诞节呢，要从禁食讲起。科普特基督徒会在圣诞节前的43天进行禁食操练，但这边的禁食不是什么都不吃哦，是进行纯素饮食。这锅是我公婆的，全部都是秋葵。啊！秋，这锅是我的，这是炖萝卜、节瓜跟牛肉。到了1月6号晚上呢，就是所谓的平安夜，基督徒会先去教堂做弥撒，然后再回家开斋。因为弥撒结束的时间通常都已经是半夜了，所以通常开斋的时间也都是在1月7号的凌晨。今年因为疫情呢，我们在费用的教堂没有开放，所以呢，我们在午夜前就先开斋啦，吃肉。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到底吃了什么。我们家的传统，先喝一杯牛肉高汤。当然还要喝我们最爱的 Sakara 啤酒，炖青豆牛肉，烤鸡包、五谷杂粮，高丽菜卷饭。然后我们每年都一定会吃的就是炸鸡胸肉、肉丸子、香鸡蛋，还有 kofta 中东牛肉串。圣诞节大餐的概念其实不像中秋节一定要吃霸掌一样，圣诞节大餐的概念其实不像端午节一定要吃霸掌一样。其实埃及的圣诞节大餐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吃肉吃到怕。那在网络上会有很多资讯说，Fata 是在埃及最受欢迎的圣诞节料理，但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正确。Fata 是一道在面包上面盖饭，再淋上酱汁跟大肉块的一道埃及料理。但是呢，埃及圣诞节大餐其实是一个很个别家庭的事情，就像每个埃及妈妈的拿手菜都不一样，每个埃及家庭的饮食习惯都不一样。就像你在埃及，你不会听到有基督徒说耶，圣诞节还是 Fata， 你会听到的是圣诞节到了，你们家要吃什么？因为呢，大家吃的都不一样，大家也都会彼此好奇。但这些点心呢，就是圣诞节必吃啦。其中 Kak 是最重要的圣诞节点心，所以我们来好好的介绍它一下。Kak 这个字是来自于科普特语，它的意思是节庆饼。它的
的石虎呢，最早是在古埃及神庙的浮雕上发现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点心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Cake 它的主要食材就是有酥油、坚果还有椰枣。它虽然是埃及的道地点心呢，不过已经被发扬光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了。在很多阿拉伯国家呢，你可以看到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的重要节庆，还有包括婚宴，都有 Cake 的出现。我自己也很喜欢 cake， 不是因为它特别好吃，是因为在吃 cake 之前呢，要撒上一层糖粉，我就觉得那个细细的糖粉很像下雪。因为我自己以前在会下雪的地方住了3年半，所以看到这个糖粉就觉得哇，真的是圣诞节的氛围，很有感觉。拜访亲友是埃及圣诞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时去别人家也一定会被招待这些圣诞节点心啦。到了1月7号，就是圣诞节国定假日，这天有非常多的社交活动，像是去基督徒俱乐部啊，或是同一间教会的人会聚在一间咖啡厅一起吃东西，享受时光。那其实是一直到今年我才知道，原来基督徒有这样子的社交活动，所以今年圣诞节我就是状况外的被亲戚带去一间咖啡厅，然后跟咖啡厅里面的人一个一个自我介绍打招呼。大家知道埃及人取名字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大家都可能就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蔡奇埃米亚第一名就是穆罕默德 Mohammed， 第2名就是哈麦的 Ahmed， 大家应该都认识吧？这是伊斯兰里最有名的先知，所以你在埃及的任何一条大街上，你只要大叫 Mohammed Ahmed， 大概半条街人都会回头看你，所以你在埃及生活久了，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个预期，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人走向你，对你自我介绍说：“我叫 Mohammed， 我叫 Ahmed。”那天的情况是，我已经跟半间咖啡厅人都打过招呼了，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叫 Mohammed， 也没有一个人叫 Ahmed， 我就知道我已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只有基督徒的世界。有一些人叫 John， 有一些人叫 Marco。ايوه زي ما انت عارفه فعلا. 做他们的事儿，挺好的，还挺费劲。干嘛？怎么啦？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3点台湾跟埃及之间的圣诞节文化差异。第一点是圣诞老人这个角色。其实圣诞节对穆斯林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所以在开罗这个城市的圣诞节氛围都不会特别浓厚。虽然说随着埃及越来越开放，把圣诞节当成一个商业化节日在过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这都还是这个国家的很少数，大部分人都还是不过圣诞节。但是呢，圣诞老人这个角色他并不是宗教人物哦，他是一个商业化的形象，所以圣诞老人在埃及小孩的生活中是没有缺席的哦。那圣诞老人在埃及的名称叫做 Baba Noel， 这个字来自于法文，直译就是圣诞爸爸。那大家可能就会想，既然不过圣诞节，那圣诞爸爸要怎么来呢？不同于世界大部分的父母告诉孩子，圣诞节到了，圣诞老公公要来送礼物给你。埃及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跟孩子说，新年到了，圣诞爸爸要来送礼物给你。第2点，送礼。在台湾呢，互相交换礼物送礼，在圣诞节是非常普遍的活动。那在埃及也是哦，在埃及互相送礼也是圣诞节的传统。不同的点是，圣诞节呢，埃及的父母要包钱给小孩，只是这里的小孩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像我跟 Fatty， 我们都拿了父母包的钱。虽然我们的频道自称我们是小夫妻，可是我们真的年纪没有很小，只是埃及这里没有跟中华文化一样的概念，就是婚后不能拿父母的钱。另外一点是，埃及这里没有所谓的喜庆包红包、丧事包白包的概念。这里一律都是把钱放在白包里，当成一个礼物送给别人。这件事情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才适应。我一开始看 Fatty 把钱放在白包里面给大人给小孩，我的心里真的一直在呐喊 ，Hey, how can you do that？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第3点，公共活动。在台湾过圣诞节最有名的地方就是新北耶诞城的地方首长会到场做开幕仪式，然后会有很多的摊贩、演唱会，还有基督徒会在路上报佳音。所谓的报佳音，就是诗班跟乐团会在路上唱圣歌、赞美诗歌，然后告诉大家耶稣诞生，耶稣爱你。那至于在埃及呢，埃及也是有圣诞市集，不过埃及的圣诞市集都是很小型的，然后又很分散，然后又是一天性的，所以大家应该想象得到，这些摊贩都是很简易的。至于政治人物呢，我们尊敬的西西总统，他也会到科普特大教堂做演讲，宣传 Peace and Love。不过呢，在埃及是不可能看到基督徒报佳音活动的，因为在埃及呢，所有基督徒宗教的活动都只能在属于基督徒自己的空间进行，例如教堂，在其他地方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否则只有上帝能救你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埃及基督徒的事情，请留言让我们知道。喜欢我们的影片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拜拜。